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欢迎前资深外交官介文吉介大使。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尚志哥。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哥。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带观众朋友特别来关注到是美国这一回硬抓了委内瑞拉的总统之后呢，没有想到委内瑞拉这一回是拉起了全国的警戒戒严状态，代理总统宣布了现在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且他还扬言说要逮捕这些亲美人士。总统府前则是现在面临的是枪声大作，连战车都开上街头了。难道内战真的要爆发了吗？赶快来关注，这是最新消息。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呢，在1月15号这一天，在这个美国总统被抓之后，1月5号这一天，副总统正式的就职了，代理总统他是罗德里格斯。那《每日邮报》就特别在这边做了一个报道，说呢，在他就职当天晚上，委内瑞拉总统前突然间爆发了激烈的枪声，还有战车开上街头。那其实呢，在他就职的当下，他之前我们知道他多次的跟美国呛虾，但是呢，昨天又说要配合美国，但是最新消息就在就职的当下，他又说了，来自于副总统的最新说法，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且逮捕亲美人士，被解读说是不是压不过内部军方的这些压力，所以呢，现在干脆配合军方一起来反美呢？这个我们等一下会一起的来做关注。那他可以做多久呢？这个代理总统的职位，也就是从现在开始可以做90天代理。然后最多延长一次，也就是说7月份以前，他最多可以做到这个时候。那如果在这个时刻7月份之前，马杜罗还是没有办法回到委内瑞拉的话，最多30天内，委内瑞拉就要自己进行选举来选出这个新总统。不过当然了，川普在这个时候放话，确实啦，你委内瑞拉想要选出新总统，但是你目前的状况不太可能吧？现在你的内部这么的混乱，你应该先把自己整顿好吧？所以呢，他相信接下来美国的石油公司呢会去帮忙整顿，在18个月内就可以重建委内瑞拉的石油设施。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大使怎么看了？现在如果川普真的不让马杜罗回到委内瑞拉，下一任的领导人会走大选路线吗？看起来好像军事政变的可能性会不会比较大，变成这种武斗？美国的权力真的能够掌控住委内瑞拉吗？在此之前，会不会真的就引爆了委内瑞拉严重的军事斗争？大使怎么看？其实这个罗德里格斯哈，他这个在国会啊宣誓就任，那个气氛非常的好，那个几乎反对党哈，现在也一致矛头对外，就变成现在外辱来时啊，这个造成内部的团结，所以现在委内瑞拉事实上是啊，外张内弛，内部的话反而没有过去那么紧张。因为这个国家受到了外敌的入侵，而且这个对这个国家来讲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跟羞辱。虽然西方的媒体啊，美国的媒体，一开始去报了很多这些委内瑞拉的民众上街去，好像放鞭炮庆祝啊，终于把这个 Rodriguez 要把这个马杜罗抓走啊，但是那个是媒体上的，就是说它是展现出来是一个非常局部的。是。全面性你要看它国会的气氛，国会气氛，委内瑞拉展现了空前的团结，这个是目前我们看到。你说未来会不会有变化？不知道。可是目前的情况，就他就职典礼来讲，都是非常非常的平顺，没有人在下面叫嚣，也没有人有反对的声音。为什么？因为事实上，这个委内瑞拉被美国跟美国的西方的媒体把它长期的妖魔化，认为这个国家就是一个怎么样乱七八糟国家。那没有想到，人家面临到这个挑战的时候啊，1月3号当天，他们的总统被这个绑架以后，事实上他们的国家的这个宪法法庭就立刻开会，开会以后就做出了裁决，然后命令执行副总统罗德里格斯以代总统身份承担并行使委内瑞拉总统一职，是，所以他这个整个过程是完全依照宪法的规定，所以 Rodriguez 他拿到这个位置，照样是有他的合法性。那这个合法性现在还得到反对党来承认。当然，他们一上来以后，
那他们现在其实不是抓这个亲美，他是说在这一次啊，美国对委内瑞拉进行斩首行动的时候，这些替美国做内应啊，帮美国人执行这一次任务的人，他们现在要抓出来，要追究责任。倒不是说全面性的哈做一个翻美行为。那另外一方面，他们也说要希望美国把这个他们的总统还给他们，然后呢，而且说这个Maduro 是委内瑞拉唯一的总统。那当然，照委内瑞拉目前的宪法规定的话，他如果说这个原来总统不能逝世，他代理也只有3个月的时间了。对，我想他们会依照宪法的规定。那反而倒是美国不愿意看到委内瑞拉现在改选，因为为什么？他现在需要一个稳定的委内瑞拉，而不是一个混乱的委内瑞拉，因为混乱的委内瑞拉，美国的石油公司不敢进去，不敢去把这个石油啊，它这一次真正的产业把它接下来。所以呢，这一次可以说是图穷匕见，也就是说把委内瑞拉搞成今天这个样子，其实啊，川普所图啊，看起来主要还是在那个石油。好，所以看起来现在整体委内瑞拉内部的这个团结的情绪，好像仍然在持续蔓延。不过在这个此刻，现在也内部传出来说，那现在没有总统嘛，是真空的状态。接下来可能会由谁来做这个权力上面的带领呢？有6个人选现在已经出来了。除了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这个副总统暂代这个代理总统之外，我们现在也看到这个当中还包括了有这个美中的较劲，因为不同的领导人其实他们各自支持的国家也不太一样，尤其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代理总统，他一下亲美一下反美，但是我们来看到2位，这个是比较偏向中国大陆的，包括了国防部长，目前掌握委内瑞拉军权的这一位洛佩斯，另外一位就是马杜洛的儿子，他是盖拉，3位现在被视为是比较稍微亲西方的，包括了这个前反对派领袖，目前流亡在西班牙的这一位，还有就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查多，他也说呢，他有意要回来执政。那另外就是现在川普自己钦点的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谁比较有可能呢？那接下来包括了美中俄会如何抢先在委内瑞拉这边进行布局？上次哥怎么看？我在想，委内瑞拉如果没有那么多石油，我们对谁接班大概没什么太多的兴趣了。但就是那么大笔的财富，而且看到卢比欧也在上面。但其实在国内跟国外看不太一样。不过我们首先看一个结构跟模式。在中南美洲或者说其他类似的国家里头，往往如果出现，不要说这次是美国把马杜拉带走，如果有类似这样子突然一个权力真空状况的情形之下，大概会有2个系统出现，决定了这个接班人。首先，第一个，如果是他们的原先的无论宪政或政治的体制，还相对来说比较可以，也就是说民主体制还是有的这个情形之下，大概就内部的这个主要的力量，我想毫无疑问的，就现在的罗格里格斯这个副总统，特别是他自己的出身，还有包括他的兄长 George 也是一方人物。那么他们过去包括不只是在整个境内，整个委内瑞拉，包括他们在华尔街股市方面当中也有很多的关系，也就是说，它不只是国内关系，国际关系也都有的。这项循序渐进哈，也就是说，现在不管是马杜罗怎么样的时候，但是马杜拉怎么样，但是现在这个副总统的总体的状态是可以的。那么在此之前，第2个东西，我们看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家人。过去其实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一次在抓这个总统，他的夫人西利亚也是一方角色，包括我们现在看到还有他的儿子盖拉。这个往往也就是所谓这个自己的亲人本身还是有权力势力的哈，所以这个也要关注。当然说实在的，另外带就反对党啦，反对党当中除了这个还有流亡，我觉得流亡通常不太可能成啦，你没有在内在外，你只能博得一些媒体的声量而已。所以实质上是谁？其实最大关键就是军跟警。我们现在看军力当中，向来在任何政权的跌宕动荡的时候，国防部长这个角色很重要。那我们目前看这个所谓这个洛佩斯，他的角色长期在委内瑞拉来说还是说比较安定的，并不是说是极端强势。我们知道过去在委内瑞拉在查韦斯在的时候呢，他是钦定他的接班人哦，也就是说，在过去被抓起来的时候，马杜拉被抓起来的时候，
他在2013年就被指定了非常漫长的时间陪伴在侧。虽然以前是公车司机，感觉没念什么书，可是就是指定他呀，他就是符合现在查韦斯认为就是有点类似像共产主义这样的所谓社会主义当中从基层起来的，然后基层执政，然后会创造共同平均，不管是均富或均贫的这样子的政治社会。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所以军人的状况要看。那这位洛佩斯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强势哦，像缅甸那样。另外还要注意一位，我们在上面没有看到是他的警察卡贝友，他虽然是警力，可是警力当中所用的枪杆子跟维持社会的力量，在内部的动荡当中很重要。而且这个卡贝友其实是过去跟整个总统家族的关系非常好。我要表达的是，现在我们在看这些人是怎么样。除了美国的力量，是不是无论是卢比欧，我认为第一顺位是美国想要扶持谁？除了卢比欧之外，如果境内他要扶持现在的副总统或合作，那会是很大的力量。第二个部分就是军警跟谁合作，无论是军跟警，甚至一起支持谁。如果我们现在看到军力跟警力都同样支持副总统罗德里格斯的话，那应该就会非常稳了。所以这段期间，因为美国的最后意志，还有现在在纽约的审判还没有最后定下来，还会有一段波动的时间。但如大使讲的，目前比较稳定，所以我们在看这个形成过程当中几个主要力量。美国力量、内部军警力量跟社会当中慢慢归向谁，应该真正的接班人，或至少暂时顶替的人，就会具体出现了。好，暂时顶替的人选，现在全力真空之下会是谁？我们还要再做持续的一个观察。不过呢，这一场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事件都还没有平息，川普在此刻也持续的对外放话了。他说，现在要小心的不是只是委内瑞拉的事情结束就好了，接下来他警告了古巴、墨西哥、哥伦比亚，你们要小心了。他也直指哥伦比亚的总统，特别点名他哦，特别点名这一位是裴佐，小心一点啊，因为我认为呢，出兵哥伦比亚听起来很不错。好，那裴佐没有想到他是在社群媒体上立刻回呛了。他以前呢曾经是游击队的成员，他说：“我曾经发誓过，我不会再碰武器，但是如今为了我的祖国，我决定会再次的拿起武器。”不只是这个哥伦比亚总统出来呛虾，古巴的总统也呛虾。他表示说，古巴的军队已经准备好了，必要时也会采取行动。接下来哪一个人会是川普下一个出兵的对象？美国有可能因为这个事件埋下接下来跟南美洲国家，尤其是左翼国家开战的一个种子吗？干哥怎么看？其实如果照美国的利益而言的话，这些国家它都要开刀的。可是如果说这么的频繁、这么密集的纷纷对自己的后院展开军事行动的话，可能国际社会不会原谅他。到目前为止，我们不知道美军出兵的合法性跟正当性能不能符合海牙的国际公约或者是国际法庭的一贯精神。我觉得这些都是说不过去的。可是竟然连那个美国的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他都说我们一切合法，合了什么法？国际社会正要问你说，你究竟合了什么样的法规，可以擅自出兵到人家家里，把人家的总统给抓走？对，这是一个很显而易见的问题。当然，你美国的拳头大，当然我们在看这个事情，直到现在事件已经过了72小时，我们还在想同样的问题，就是说，你怎么会这么不堪一击啊？你是主权独立国家你怎么可以让人家跑到你的总统府，把你的总统从睡梦中给拖走，然后你的侍卫队、你的军方的所有的系统都付之阙如呢？会让人家觉得非常的诧异就是说，一个主权国家可以让对方的武力如入无人之境，我觉得这个就是南美一系的国家，他们必须要好好思考这样的问题。所以今天如果说像是古巴、哥伦比亚甚至墨西哥遇到美军的再次斩首，你们抵挡得住吗？现在你就要开始想这个问题了。尤其是佩德罗就是哥伦比亚总统也翻译成佩卓啦。他 Pedro， 他老实讲一句，他从小他就是在丛林里面长大的，他是游击队出身的。他今天能够脱胎换骨变成了总统，那他一定有他的人民民意的基础在。不管他以前是不是毒贩或者说他以前是游击队，但不管怎么样，他今天做了总统。所以川普用很恶劣的形容词来形容他，他说这是一个病态的男人治理的国家，说佩德罗是一个病态的男人
治理了哥伦比亚这个国家。坦白讲，哥伦比亚它跟毒枭的关系，那就跟墨西哥和毒枭的关系是一样的，几十年来都是斩不断，那理还乱，所以一直这样，长期以往。那川普有讲一个比较实际的东西，就是说什么？就是说佩德罗有自己的骨科碱工厂，可是你要提出证据啊，对，证据在哪里啊？你有自己的骨科碱工厂，那是很严重指控啊，因为他是总统你又拿不出来。那你这样，你如果要再斩首他，这样国际社会就不能接受了。还有一个就是古巴，古巴说他怎么说？川普说古巴你是失败国家，你现在这个总统卡内尔不但没有以前卡斯楚的魄力，而且古巴现在不是靠委内瑞拉的石油化，经济早就崩盘了。他想的是不是事实？是事实，可是也轮不到你川普去干涉人家内政，甚至要把人家的元首给斩首吧。我认为这一出闹剧到此为止了。美国还是要自己想想看，自己在全世界所扮演的角色。等一下我们还有更多问题可以提到美国的想法，我觉得真的是异想天开，痴人说梦。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来关心到的是川普这一回直接点名了，我要接管格陵兰。难道北极战争进入倒数了吗？美中俄会不会在此擦枪走火？赶快来关心到今天的3个火线话题，会请来宾帮我们特别做解答的。川普此刻又在高喊呢，他要接管格陵兰，北极是否进入战争前的准备呢？我们今天也会关心美中俄在这边的角力。接下来看到的是来自于美国的媒体也特别做了一个报道。特别提到了中国威胁论，他说大陆的科研潜艇已经深入在北极的冰层里面，中俄在北极的实际影响力是否已经开始压过美国，让美国如此的担忧呢？这是第2个问题。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到，如果这边提到美国真的对格陵兰动武的话，北约会不会第一次因为美国而引爆自己联盟之内的内战呢？丹麦首相也在此刻最新出来警告，他说：“美国，如果你攻击的话，北约就会玩完。”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带观众朋友一起来做解读。赶快来关心到的是，川普之前有说他要接管格陵兰，但这一次他又再次很严肃的提到。美国需要格陵兰，并且就说呢，格陵兰的位置真的是实在是太重要了。但是眼前看到的问题就是中俄船只啊，全面的覆盖在这个地方了。那么主权国丹麦啊，都已经看到这样的状况，还是无力因应。他甚至说呢，目前在北极的防务上面，丹麦你竟然只增加了1台狗拉雪橇而已，痛批说丹麦你到现在为止防御的能量实在是太不足够了，无法满足我们美国的国安需求。因此呢，川普说他已经派人推动了，会把格陵兰并入美国当中。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持续帮助川普来加码，他还扩大中国的威胁论。他说，大陆正在加速布局北极，对美国已经构成了重大的威胁。尤其在去年夏天，可以明显看到大陆的科研潜艇首次的在北极这种很厚的冰层下面，达到数千英尺的深处，完成了载人的深潜。他说，这个是对美国来说一个军事上跟商业上的一个威胁了。那么我们也看到，除了川普本人自己说到这个中国威胁论，这一位我们先来看到这个地图，川普的政策幕僚长兼国安顾问，他的妻子叫凯蒂，他也直接在社群上面发布了一个格陵兰的地图。大家关注到这格陵兰怎么怪怪的呢？因为上面竟然是美国的国旗，并且呢，他的妻子还发文配着上面标注说即将推出，就是 coming soon， 是美国要去占领格陵兰的意思吗？这贴文一出啊，不到1天，浏览次已经破了1200万，在网络上引爆非常大的热议。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大使怎么看川普喊出的接管格陵兰。其实这一回丹麦是非常非常的担心了，他们觉得事情有可能会真的发生，北极是不是已经进入到战争前夕，也会关注到美中俄在这边的角色。我想川普要格陵兰应该不是开玩笑的，因为他昨天在飞机上接受访问啊，记者问他那格陵兰怎么看，他说格陵兰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太重要。对，他说啊，
这个丹麦是无力来保障格陵兰的安全的，这个国家是一个罪尔小邦啊，没有那个能力。然后他说，现在在格陵兰附近啊，就是俄罗斯跟中国的船只到处都看得到。那我不晓得他有没有证据啊，就是啊，到处都是中国跟俄罗斯的这个影子啊。所以呢，他说啊，他们这个美国啊，对格陵兰是他不是开玩笑的。那人家就说，记者就说，那你欧洲人会不会造成你们跟欧洲的这个中间的美国跟欧洲之间的这个争执啊？因为丹麦是属于欧盟的国家嘛，那欧洲很多国家也替丹麦讲话了。那所以川普说，他说不会，他说其实说真的，欧洲很多国家都希望把格陵兰交给美国，为了安全的理由。当然就是说，川普我看他也不是开玩笑，因为川普1.0就曾经讲过格陵兰啦。那这次他卷土重来，他当然格陵兰，我觉得今天他在委内瑞拉这一场胜局之下哈，他有一点想乘胜追击。因为我看昨天他在电视在这个飞机上啊，那个弹性之足啊，弹了1个多小时，然后有一个美女记者在他面前一直问问题，他就一直打。然后那个都是深夜啊，他还是可见他对于他的这个打这个哈，这次马杜罗哈把他绑回美国啊，他是非常得意的。这种得意之间就很容易啊，他想乘胜追击。那其实我自己的看法，我看了格陵兰从地理上来讲的话，真的它是比较靠近北美的，哎，它跟加拿大是连在一起的啊，尤其那个地方到了北极以后啊，那很多地方都是冰封的，对不对？那你跟欧洲，说实话，它跟欧洲是有距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川普不是门罗主义吗？我看他这个唐罗主义哈，更进一步啊，可能就变成就是说，他认为这个美洲在地理上应该是把这个格陵兰一起划进来了。那格陵兰当然它现在目前是很难开发了，可是它的土地有216万平方公里啊。那你要知道，很多这些地球科学家都在讲说，其实人类暖化，有些小岛会淹没，有些地方会太热，有些会有很多极端气候，可是有些地方是受惠的，受惠的就是俄罗斯的西伯利亚跟将来的格陵兰，他们可能那个冰层啊，这个可能会将来气候的变化，他们可能是最适合居住跟开发的地区，所以川普要当凯撒大帝的话，我想他可能要在美国历史上留名啊，抢一块这么大块土地的话，他可能会自己觉得应该又可以得一个奖章吧。好，川普想要乘胜追击，看起来拿下格陵兰已经是必要的，川普势在必行的这个节奏。那现在川普也特别提到了嘛，还有美国的媒体也特别提到了说中国威胁论。刚刚看到这个科研船，现在是主要用在科学上面，但是在美国的挑衅之下，有没有可能越界走向军事备战？有关于大陆的角色，那包括了中俄联手在这边的影响力，现在有没有可能跟美国真的起冲突？干哥又怎么看？其实我说一句实在话哈，中国科研潜艇这个可以潜到冰层底下数千英尺深，这个不是新闻啦，早就已经可以了啦。只不过川普再把它拿出来讲一遍，说你看，中国潜艇已经跑到格陵兰下面去了，这很严重哎，对不对？你们格陵兰人还不赶快想办法要谋取自己的利益嘛，对不对？卖给我们美国，我帮你把防卫全部做好，我还帮你开矿，对不对？一举数得。而且老实讲，那丹麦的那个总理跟丹麦总督尼尔森他就讲说，我们是主权独立，我们属于丹麦。你现在到底在讲，你在练什么疯话，讲什么疯话？可是川普不是这样想，他认为他把那个16世纪的那个阿拉斯加拿来当做跟现在的这个格陵兰在同一个地位上比较，就是说，当时我们从俄国买了阿拉斯加之后，阿拉斯加现在你看资源开采丰富，而且成为我们北美很重要的一道屏障。那你格陵兰如果说由我们来控制的话，更可以阻绝俄罗斯和中国势力。所以这是站在美国的角度去看天下，去看整个世界的战略前沿的那种布局啊，它看起来很正常，可是所有的国家就觉得很不合理啊。丹麦说我是北约成员国，现在也是同样是北约成员国，
的美国要来侵略我们丹麦，那我们要向谁申诉啊？我们是不是投诉无门啊？尤其美国又在联合国安理会有否决权，那我们到底要向国际法庭或是向谁申诉？你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荒谬的、非常荒谬的一个，我没有办法去想象说，因为要抵抗美国入侵，而自家人在这个联合国里面、安理会里面给打起来。所以这一次还有更妙的一件事情，美国最近批准了什么？批准了卖给丹麦三架那个我们中华民国日夜梦寐以求的反潜机，叫做 P8，海神 Poseidon 海神反潜机，现在是全世界最一流的反潜机，也就是说水底上面跑的什么东西它都抓得到，这叫做 P8反潜机。那就是从哪里改过来的？从 P3改过来的。P3就是我们现在现役的我们现在台湾海军现役12架 P3北极星反潜机。那结果呢？现在更进一步更高一级的叫 P8 海神反潜机，他决定卖3架给丹麦了。奇怪，你不是说你要帮丹麦防卫吗？你还卖飞机给丹麦干嘛？而丹麦真的去跟美国买，美国也同意了，就是看不懂，你知道吗？卖东西、买军备、买飞机是一回事，对，我要侵略你又是另外一回事，对，你就觉得很讽刺嘛。是，所以他说：“你说我只有狗拉雪橇，我就跟你买飞机啊，你也卖给我了，这个事情会怎么发展下去？你觉得那是一出荒谬的闹剧？而川普，你不要再一直讲那些痴人说梦的事情，因为它绝对不会发生。”好，那我们也看看，在川普他喊出说要再次接管格陵兰之后，确实现在格陵兰方面还有丹麦也都随即反击了。两位，我们先来看到一个是丹麦的领导人尼尔森，他说够了。怒呛还他说这个威胁、施压跟并吞，并不是朋友之间会做的事情。那去年12月，丹麦的情报机构也首次的把美国，这是第一次列为潜在的安全威胁。欧盟国家也表达了不满。那如刚刚这个干哥也帮我们特别提到了，丹麦他还再次的跟川普再一次的提醒他说，我们都是北约成员国，接下来如果有任何事情发生，丹麦其实是有权可以援引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的，就是有这个集体防卫的承诺的，防范美国再次有其他的行动。丹麦的这个首相也说，美国如果攻击，北约将会玩完了。有没有可能引爆北约自己内部的冲突、导火线，甚至内战，因为美国而引起？上次哥怎么看？首先对格陵兰的这个事情，我基本上是很悲观的哈。那我是很乐观，川普会把格陵兰拿下来。我甚至个人推测，2026年底或2027年有可能就有这样子的具体动作。为什么这样讲？川普对格陵兰，除了上届来讲，他在去年刚当选的时候就已经讲了。你看，丹麦到底做了些什么？格陵兰实质做了些什么？首先，北约跟这个丹麦之间的关系，丹麦相对来说是比较疏离了。虽然丹麦本身的军力其实在北约当中也有贡献，表现的还可以，但是对于自己本身这个国家死都没有想到，也都没有准备，格陵兰有可能会被拿走，没有这个准备。可是当现在川普这样想，我想他们骨子里还不相信。所以你没有看到这1年来积极、非常害怕或可切的准备，所有这些都是喊一喊的外交动作，废一废这样子而已。所以你说真正要防止美国拿，没有别的，就是只有跟中国跟俄罗斯直接间接有些挂钩，可是这就是丹麦做不出来的事情，就卡在半空中哈。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首先是说丹麦跟北约之间的关系，而且北约很现实啦，一旦现在川普的主义扩张军权到这样的地步。你说整个欧洲北约会直接起来对付美国，还是没可能给代击？而且我们现在我一直注意一点，如同刚刚大使所提到，我觉得在这一次这个对委内瑞拉对我最触动的是什么？就是看到整个川普在海湖的庄园里头，在看整个抓马杜罗整个过程，他的表情，他非常投入。这是一个他自己出场一个军事权力当中，他一动念就可以把所有的职权都完成的那个权力欲望的东西，我觉得比关税战，比任何他在去年当中所有一切的国际外交的那些狠招来讲，我觉得是最刺激权力欲、最容易让人上瘾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会持续下去的。而且格陵兰现在真的说实在的。在现在所有来看，就是其实有很多欧盟的抗议，对现在此刻上瘾的川普来说，就是吠叫的狗，拍一拍或者给点肉，
不就结了吗？这些东西对他来说是什么压力？那个部分是不对称的，这个权力的状况。而且坦白说，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可能唯一的问题就只是地广人稀而已。就是你虽然说我把格陵兰攻下来，可是要真正的治理或掌握开采稀土，可能也不是容易的事情。但要拿下来这件事情，其实相较于现在委内瑞拉来说，更是简单多了。而且最后要注意，全世界现在都有看到这个趋势的变动，威权强权的绝对性，它产生的不只是政治意识，像关税战这种东西跟金钱，你现在看到是物理跟地理的空间也都开始被掠夺了。对，如果格陵兰这被我拿去，我觉得也符合趋势了。好，谢谢尚志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接下来我们特别关心在南亚地区。大陆的歼351正式的进驻巴基斯坦。另外一方面呢，中巴经济走廊2.0也在升级。中国大陆现在用经济加上军事要来包围南亚的印度。南亚的这个火药味已经爆表了。今天带观众朋友一起来看。好，在1月4号这一天，我们赶快来看到这件国际大事哦。这个大陆的外长王毅在北京呢，跟巴基斯坦的外长达尔进行了第7次中巴的战略对话。在这当中，他们特别提到了有关于中巴的命运共同体要来升级中巴经济走廊2.0的一个建设。那在军事武器方面，今天要来特别关心到的就是呢，已经确认有一些武器确定要给的，就是巴基斯坦。我们来看到的是，中国之前确实已经向巴基斯坦提议说，愿意给的武器包括了40架歼35啊，还有空警500红旗。防空系统等等，那现在也确立了呢，4到12架的歼351呢，确定会给巴基斯坦，并且呢还会帮忙进行这种飞行员的训练跟基地的升级。那么确定给的时间是2027年初就会完成首阶段的部署了。好，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尚志哥，刚刚讲到这个经济走廊的升级，再加歼35一起给巴基斯坦，北京用经济军事包围印度吗？接下来对于印度的空军来说，会不会造成什么样子的威胁？首先，我们看到像这个电视墙上这个消息是2个思路、2个架构。一个部分是外交，外交是中巴命运共同体，而且王毅的2个外长这样见面，而且看起来真的很好。第二个是军事，环球战略解读，它基本上它不是中国大陆正式的发布军事发布，它是中国大陆的媒体，但是它基本上跟官方的关系很好，所以可以看到是一个指标性的风向。所以至少它证实的部分是什么？中巴关系并没有任何的减缩。在今年印巴的这个战争，去年印巴战争之后呢，其实有一度在网络上我们看到，因为呢巴基斯坦的陆军部长2次到美国，而且非常紧急的去，而且美国后来就立刻宣布了什么呢？几个重要的东西，就美国要的，讲说要跟巴基斯坦合作跟稀土开采的关系，因为巴基斯坦有目前为止中国大陆输出到海外最厉害的稀土提炼技术，然后美国也宣布了，包括对瓜达尔港、博斯尼港的一些具体的投资的计划，但现在只有楼梯声啦，还没有具体的部分的动作。那么另外当然还有美巴之间亲密，也就是在2024年影响到美国跟印度关系决裂的一个很大的关键。所以其实我们在看任何部分的中巴关系等等，我们不能就单独来看，其实这个地方很微妙，它就要看4角关系，很像4角跳棋，不是3角跳棋哦，它就是巴印跟中美之间，而且它现在就是大家会切来切去，中巴好，然后呢，中国前阵跟印度好，然后印度跟美国吵，所以而且这里又不是只有4国而已，巴基斯坦跟印度都有独立反抗军。还在底下在搅和，那么美国什么说情报系统跟独立反抗军什么合作？中国呢？所以这里头这个混局当中，虽然没有失序，但是至少在4个国家的架构上，只要有任何外交跟军事动作的推进，都还是个指标。我的意思是说，现在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消息，表示中巴关系并没有受到美国跟巴基斯坦紧密靠近有任何的影响，否则这个歼351就不会轻易的送出去了啊。所以我们最后其实要注意的部分是，
中巴关系上体现的部分，对于中国大陆来讲，给武器，大家巴铁都有够铁，而且现在巴基斯坦那么厉害，为中国展示他们的武力，这份的关系是2024年新跑出来的。而对于中国大陆核心，还是要跟巴基斯坦“一带一路”的关系继续的体现。我认为这个部分的观察，“一带一路”中西这个所谓经济走廊，这是个说法。关键还是认为，包括像瓜达尔港这么样有战略又有矿产意义的这个点上，有没有最后美国的势力、美国的投资还是进来了？因为中国在那边已经投资非常非常久了，那这个才是真正的观察要点。好，所以我们看到中巴不管在经济上面、军事上面，甚至在这个外交上面的加强紧密的合作，现在看在眼里的非常紧张的就是印度了，还有就是俾路斯坦共和国。因为呢，其实除了中巴之间有所合作之外，巴基斯坦自己内部掀起的这个独立运动，同样是让印度感到非常的头痛。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俾路斯坦共和国的代表，他就是立刻呢写了一个公开信给印度的外长。好，他写了一共是3个主要的要点。第一个，他就提到说，中巴的战略联盟我们要观察哦，他们认为现在持续的升级，并且呢，已经对印度构成极度威胁了。如果印度你再不加强，这第2点，印度你再不加强这个防卫的话，中国可能就会在数月内驻军在俾路支斯坦，那么对于印度跟俾路支斯坦的未来会构成极大的威胁。而中巴经济走廊是否就是大陆驻军巴基斯坦的一个节奏呢？那么成功后是否可能彻底的镇压巴基斯坦内部的独立运动，也不让印度在这个时刻可以有所干预？大使怎么看？其实俾路支斯坦这个是这个巴基斯坦一个省啊，因为它这里面主要的人口是俾路支人。那大概估计人口大概800万，那可是俾路支它事实上的话，它不是只有这巴基斯坦有俾路支人，事实上在伊朗也有差不多400万，在阿富汗也有差不多100多万啊，所以它是一个民族，它主要是这个民族属性是属于比较接近伊朗，它是伊朗的一个分支，然后呢，它现在被3个国家所占领，它没有它自己的国家。那所以呢，他就在这个三个国家里面，尤其是巴基斯坦和伊朗里面呢，它都有它的独立运动。那独立运动这个推动主要就是这个所谓的俾路斯坦解放组织，他们事实上在活动已经非常多年了，大概有差不多20-30年了哈。那基本上就是打的就是游击战。那么他们因为这个地方地形比较崎岖，然后这个区域也非常的大。那是不太适合人居的，所以对于这个伊朗来讲，对于这个巴基斯坦来讲，都是很难把它完全剿灭的。可是他们都把这个说俾路支解放组织啊，他们都宣布他们是什么？是属于恐怖组织。恐怖组织，其实他们是一个分离运动。是。那这么多年来下来，他们也没有什么很大的斩获，因为它的整个的武器跟组织还是非常的原始。那巴基斯坦他们一直他们内部的很多这些情报，他们就说这个俾路支解放组织基本最大是靠印度，印度是最大的外援。那也有说，事实上的话，阿富汗也是它中间的一个怎么讲，一个外来的支持者。另外也有传言，就是说俄罗斯也是俾路支的支持者。那俾路支这个组织，它事实上的话就变成在巴基斯坦这个里面的一个分离运动，那么常常这个打停破坏或者进行恐怖攻击。那所以会跟中国大陆扯上关系的原因，是因为俾路支省事实上大部分都在中巴经济走廊开发的范围里面。那这些地方都是穷山峻岭，有很多是要修水坝的，有的时候要修什么油管的，还有就是这个还有修这些港口瓜达尔港就是在俾路支这个地区。所以呢，俾路支就认为就是说，你是帮助这个巴基斯坦的话，那就是我要破坏的对象，所以常常进行一些恐怖攻击，那也造成中国大陆的一些困扰。那你要知道，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国大陆外援里项目非常，它一共340亿美元非常大的项目，几十个项目在里面。最重要，将来是有个油管，是直接从瓜达尔港直接进中国的新疆，那中国打通这个油路的多元的来源所以这个问题其实不是中国大陆问题，这个问题是怎么样？
是巴基斯坦跟他的少数民族的问题。那中国是受到牵连而已。好，所以我们看到，那其实美国现在看在眼里，在看到中国大陆跟巴基斯坦还有整个南亚国家的这个紧密的连结之后，也看在眼里，也非常担心中国大陆在南亚国家的军事还有整个外交上面它的影响力更大了。尤其我们现在看到美国特别点名大陆现在战机正在启动的就是它的外销大单，去了哪里呢？其实一部分去了南亚国家，另外一部分就是去了中东国家。五角大厦就直接点名了几款武器哦，它叫做这个2026年大陆会做3箭齐发加速战斗机的出口。来看到画面上，首先第一款战斗机呢是 FC-31，那现在呢美国的五角大厦点出买家可能会是中东国家的埃及、沙烏地阿拉伯跟阿联酋。接下来另外一个武器就是 J-10C， 也是它的潜在客户，除了有埃及之外，还有乌兹别克，还包括了印尼、伊朗跟孟加拉。哪一些国家可能会最优先拿到来自于大陆的战机？中国的外销，特别在南亚、中东的势力会变得越来越强劲吗？干哥怎么看？五角大厦这个中国军力报告不是做给，就是说不是做给他们专家看的，是做给军火商啊跟那个政府来看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讲的这个报告完全没有新意，好不好？我看了半天，我实在没有办法理解啊。说3箭齐发是什么意思？先讲最重要的 ，FC-31就是歼35啦。那FC-31是歼31，也就是外销型的 F-35。这种飞机不是随便可以卖的，为什么？就跟我上次说过，歼20跟歼35都是隐形战机。它一定要有适当的对象，它才可以卖。它今天可以用这个，好，等于是就经济合作的方式哈，跟巴基斯坦建立这样的关系，是为什么？是因为巴基斯坦，你就是我最好的试验平台。我们中国不能随便去打人家，但是你巴基斯坦可以拿来防卫，与印度的作战之中，把第一次隐形战机推向战场。这个是大国博弈必须要有的过程，所以这个歼31，老实讲一句，如果能够由巴基斯坦来运用的话，那是最好不过的一个试验平台了。那至于其他的歼10跟枭龙，也就是 JF-17，这些都是已经过时的装备，不要再谈了啦。我们就讲歼31。那歼31，老实讲一句，你今天如果说你巴基斯坦的飞行员，你已经打下了印度的标风战机了，应该是世界上能够排得上名次的优秀的飞行员吧？错，你要从头来过，你要到成都的模拟器那里面，当小朋友乖乖的去学怎么样操作这个隐形战机，那要从头来过，你那个绝对不是一般传统战斗机的那种表现跟反应。所以美国五角大厦 Pentagon 这个军力报告，我觉得是写给不懂的人看的。我们懂的人都会觉得说，这本报告根本就是不用多看，因为为什么？因为参考价值不高。所以你说有很多国家都有可能成为潜在客户，那我们就继续拭目以待。尤其是沙烏地阿拉伯这个国家，沙烏地阿拉伯它如果有美国武器可以买，它绝对不会买中国武器。那现在是因为美国不愿意卖 F-35给他，所以沙烏地阿拉伯表态，我现在对歼35有兴趣，看你美国怎么样。到最后，其实说句实在话，歼35不能够证明自己的实力的话，仍然没有办法打开国际市场，这是我要讲的真话。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关心，没有想到在此刻英法联军轰炸叙利亚，难道第三势力要正式的进入到中东了吗？川普恐怕进攻伊朗吗？这是另外一个议题，今天我们来做讨论的，因为现在看起来似乎有种种的迹象显示是有可能的。普丁则是出手军援，在此刻去军援伊朗。我们等一下也会来关注到的是俄伊同盟力抗美国。赶快来看到的是最新消息，在美国去抓了
马杜洛之后，欧洲国家也另外一线正在开火当中。这一次啊，是英国跟法国的军方一起空袭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它的地下的军火储存设施这边。英军我们看到它出动了哪一些武器呢？多架的台风战机，还有航海加油机空中做支援，跟法国的军机一起做联合出动。英国的这个国防部还非常的有信心说，我们打得非常的精准，我们投掷的导引炸弹是已经精准命中了武器库而已。旁边的这些平民啊都没有任何人受伤，但是我们今天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英法要选在这个时间出手呢？是不是因为川普才刚进军这个委内瑞拉，他看到了谁说，谁拳头大，谁就可以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全球拥有真理？所以这一次，到底英法我们看到过去他们在有关于巴勒斯坦的问题上面意见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间团结起来了？难道是真的要反恐吗？还是他们在声援美国？难道英法这个第三势力接下来也要正式的介入中东国家吗？大使怎么解读？表面上是声援美国啦，因为美国前几个礼拜他们有几个在这个伊拉克的这个叙利亚的美军被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些派系给他杀掉了，所以川普震怒，他就派飞机轰炸，所以就是说美国先动武在先了。那这个表面上英法是声援美国，那反恐的话，我觉得当然也是理由之一啦。不过真正理由，我觉得他们就是英法要展现欧洲这个军事力量的这个，目前还算没有完全被怎么讲，被排除在国际强国之林啊。这个对于英国、法国本身的振奋国民的国家这个国民的这个信心，提升执政者在国民心中的这个地位啊。这个影响力更大。你说这个叙利亚那么大，沙漠那么大，跑到那个中间去投几颗炸弹，对，那表示他有这个能力啊，对不对？你要飞机，你要能够飞那么远，而且在国际的这个，其实那个地方有点国际三不管，叙利亚根本就没有这个力量。大部分是哪两个国家的力量？这个地方最主要是美国跟土耳其的力量。那所以这两个国家，美国已经先动手了，因为美军被杀，对，美国也好久没有在那边动手了。美军被杀，川普才叫出去，所以就趁这个机会展现一下英法还是一个怎么样有打击，在海外执行打击任务的，这是一个这个军事力量，不要被人家看衰。另外，欧洲也一直在讲要搞这个欧洲军，我想这也是某种程度展现他们不是空口说白话，还有一点行动能力。好，欧洲展示它的在国际上面的军事威慑力。那美国呢？美国仍然是持续的，也好像还有其他的动作。川普才刚威胁完委内瑞拉，现在呢看起来有可能下一个被打的国家是不是就是伊朗呢？因为我们看到伊朗呢，先前不是有这个为期2周的抗议的这个示威吗？造成多人死亡哦。那么川普也特别讲说，如果呢你再让抗议者死亡的话，会对伊朗进行更严厉的打击。结果这话才说完没多久，我们看到被美国视为重大军事行动前兆的这个叫做五角大厦披萨指数，在1月5号突然间暴冲到1250%。要知道这个数字可是历史上面的新高，甚至高于当时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前的770%。所以几个迹象看起来就是这个美国有可能去打伊朗。那么我们也看到其他的讯号，来看到画面上特别列出来，包括美军的无人侦察机最近突然间出现在伊朗的外海，以色列内部也正在讨论委内瑞拉模式是否可以被复制。第三件事情是美军的大型运输机也向中东这边集结了，社群平台甚至是释放大量的战前的这个气氛的一个讯号，每一个讯号都在说，好像美国正在进行准备下一步了。真的会是川普下一个攻击的对象是伊朗吗？他会不会复制打这个委内瑞拉的模式，也复制在哈米尼的身上，还是他会直接来轰炸？上次哥怎么看？首先，我觉得我们要正确的来观察、了解这个伊朗问题。那么，伊朗其实真正的关系人不是美国，是以色列。大家一定要深深记得哦。所以在这个无论这个宗族啊，包括这个信仰以及种族之间的关系，关键者是以色列。而以色列只是非常懂得借力使力，那么跟美国当中可以紧扣在一起。
所以过去来讲可能会捆绑在一起。我们从来都认为，因为犹太系统在美国的政治、经济所有各方面无所不在，所以当然仿佛犹太人或背后以色列可以遥控美国的一切的。包括军事在内的决策啦，这是我们传统的思路。可是现在我觉得川普因为跟过去政治人物不太一样，没有容易那么被操控，他算是商人，可是还会精算的啦。所以先前对于以伊朗到现在不断的放话，那么以色列一直来来回回，特别是纳坦雅卢飞奔到美国去跟川普见面了无数次了啊。所以这些的部分都是一个紧扣的部分的动作，因为以色列内部其实也有一些抗争，不反对纳坦雅卢的力量。所以大家忌惮什么呢？忌惮主要是忌惮伊朗这部分到底到现在为止，特别是这1年多以来，有没有跟中国或俄罗斯的军力当中无论防御跟攻击线，我们知道现在其实以色列自己也很辛苦啦胡塞组织当中现在炸以色列跟好像在照3餐吃饭这样乱炸一通很吓人的。所以有关于大国军力这件事情跟伊朗之间的挂钩，伊朗现在的防御跟攻击能力来讲，其实并没有真正被验证。所以现在其实蛮重要的是，到底以色列会动手，美国会动手，关键还在于情报的掌握。我觉得这次委内瑞拉的战争其实提醒我们这一点，就是说，真正的即使斩首行动也好，军力再厉害也好，关键还是在情报的掌握。这次美国最厉害是展现它一如既往的情报很厉害。所以大国之间，比如说中俄跟伊朗的具体合作如何，我们在委内瑞拉也看到，也都声援委内瑞拉。可是呢？问题是你真正的声援跟帮助来讲，没有精密到让美国可以不突破，所以伊朗我相信也是一样子。我想包括伊朗乌克兰战争，我们看到，明明你普丁你不是也可以斩首，泽连斯基都不斩首，拖了3年多，你怎么回事？还是没有能力吗？还是你的情报当中也不见得现在跟过去 KGB 那么厉害了，没有办法突破美国或者乌克兰的保护网？所以我认为这次现在来讲，我们在思考包括伊朗的问题在内，情报系统的掌握好像是现在大国竞争，尤其在军事当中非常关键的一环。委内瑞拉这一次提醒了我们。好，确实我们看到这个美国跟以色列现在都非常的担心伊朗它跟中俄在军事上面的这个军事突破到底到了哪里？所以呢，现在也放话了，有没有可能就是会打伊朗？但是在此刻呢，莫斯科它似乎正在悄悄的帮助伊朗来声援它，尤其是在军事上面，莫斯科现在正在声援，那当然也引爆了这个区域的安全紧绷。我们来看到这是实际发生的，过去48小时，俄军总共是出动了它的重型运输机至少5架次降落在伊朗，重点是它是高频的不寻常的航线，好像看起来就是要躲避西方的监控。那么运输机上面载着什么呢？看到画面，包括了现在根据了解有这个浩劫武装直升机，第2个是配套的弹药跟地勤系统等等。我们请干哥来帮我们分析，可能俄罗斯这一波重型运输机到底在装什么？传出哈米尼现在也很紧张，好像有一个计划，他要逃到莫斯科去，有没有可能呢？难道伊朗的政权真的面临危机了吗？好，俄罗斯最近48小时，也就2天之内，有5架次 IL-76一流升76重型运输机。好，我告诉各位，这就是要打起仗来的时候，俄罗斯最重要的战略运输机。OK， 它的地位相当于我们现在国产的运20，我们现在新的运20运输机，它都属于战略级的，它不是一般那个区域性的那种小飞机了。这些运输机往返5次，那你就觉得很奇怪啊，因为当然 IL-76它曾经当过商用的货机，可是这个从俄罗斯空军飞来，那一定是军用机。那它飞来载的东西绝对不会是商用物资，结果一看，原来是 Mi-28的浩劫直升机。Mi-28是俄罗斯最先进的攻击直升机，相当于台湾的阿帕奇啊，你可以这样去看它，它就是台湾的阿帕奇啊。不过性能还是比阿帕奇稍微略逊一点，可是它一定载送了相当的 Mi-28给伊朗，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可能要预防斩首 ，OK？为什么？因为这种直升机专门对付低空目标，也就是说，如果有无人机或者是有特战部队要降落在总统府附近，就是说，比如说要斩首哈米尼的时候，这种直升机是最有用的。那对不起，马杜罗就是没有这种直升机，不然他很可能不会被斩首，知道吗？委内瑞拉就是没有攻击直升机，一架都没有。所以其实 Mi-28是很好用的
那所以在我们自己国家的，我们台湾自己本身的防卫作战里面，也把反斩首的阿帕奇当成很重要的一环。所以你可以看到，从这个直升机被紧急运到德黑兰了，你就可以去想象，哈米尼是怕了，高龄86岁了，已经带领这个国家30年了。接下来我跟你讲，最有可能不是被美国斩首，是被尼坦雅胡斩首。因为以色列才有这个决心。为什么？因为以色列最忌惮的是伊朗，比美国还要忌惮。对，为什么？只要以色列能够那个斩首哈米尼的话，那我跟你讲，全犹太人都会欢欣鼓舞。为什么？因为这放在心中那个刺已经很久了。虽然这几次的，比如说12日战争，以色列是打赢了，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保证伊朗接下来的核子设施以及它的浓缩铀计划会不会一夜之间就完成了？一旦完成，对以色列来讲，那是灭国的危机。所以说，以色列很有可能会来执行这种计划，就是说，将来有一天，如果说美国允许的话，我来斩首。但是我必须要强调，伊朗不是委内瑞拉，伊朗有阿拉伯世界里面最强的空军跟最优秀的飞行员。他现在就是说，除了埃及之外，第二强的就是伊朗空军。他以前有很辉煌的历史，也就是说，他在跟伊拉克对打的时候。